好，今天这个影片呢，非常的让人期待。我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现在感谢我们今天的干爹 Devil Case 恶魔防摔壳的赞助。那今天这部影片也会抽奖，至于抽什么，你看完就知道了。那这次我要开箱的是 iPhone， 那我本来想要买 iPhone 12 Pro， 但是偏偏这一次 Max 跟 Pro 的相机不一样 ，Max 的相机规格更好，所以又一次为了相机我来牺牲我的手感。但是为了避免说我只买最大支，然后结果最大支跟最小支拍起来的相机一样的状况，所以这一次我直接最大支的、最小支的全部都买啦，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吧？总会中一个了吧？不会这么衰了吧？那这4支手机呢，有2支 Pro Max 跟2支 iPhone 12 mini， 其中1支 Pro Max 和1支 iPhone mini 是我，那剩下这2支的话是我帮2位 YouTuber 买，那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看说这2支是谁的。这一支是12 mini 红色的，然后这一支是12 Pro Max， 然后是太平洋蓝的。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这一款12 Pro Max 石墨色，因为我觉得它的黑色这是非常的好看。然后之后我还会再出一部影片是专门开箱这12 mini， 所以说大家记得小铃铛开起来。好，那我们今天要开的就是这个 iPhone 12 Pro Max， 那基本上它旁边这个的字的颜色会照你选的机型的颜色去印。那这个是石墨色，所以看起来非常淡。你看像这个是白色，它这边就是放一个银色，然后如果是红色的话，这边就是有一个红色的字样在。首先我一拿到的感觉就是盒装变轻啦，然后第二个我想就是这个 iPhone 为什么现在都不写它是第几代？我记得从 iPhone 6之后好像就不写，那好像也是从库克开始掌管苹果之后就不太写这第几代。那时候我看到一个说法是他们是为了节省油墨啦，反正 anyway 就那样。那我要来撕膜咯。哇，这整个体验非常好，完全不需要使用刀子，感觉真的是太爽了。然后在开盒子之前，我有听过别人说苹果的盒装内会有个味道，然后甚至有人拿那个味道做成香氛蜡烛。那我来吸吸看，这难道是金钱的味道吗？我闻闻看，来开喽，哇！吸一下，哦，前之呼吸啊，这就是前之呼吸。然后这一次我看速库讲，他说这个的阻尼感稍微有变低，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还 OK 啦，是稍微真的有点松了一点。然后这支是我选的颜色，石墨色。那这次的颜色的话，12 Pro Max 有的是太平洋蓝、金色、银色跟这石墨色，我觉得石墨色真的是超级好看欸。那我今天去领货的时候，他有跟我讲一件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店员的制服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换成太平洋蓝色，所以我觉得多少有呼应今年 iPhone 的颜色啦，蛮有趣的。所以如果你很好奇下一代是什么颜色，你可以看一下它店员制服的颜色的变化。然后这个手机的话先暂放一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配件。这次的配件少了非常多东西，但是我嘴角是上扬的，因为介绍的东西就少了蛮多。那这次消失的就是充电头和它的耳机，那大家都往往都集中在充电头，但我觉得他们其实真正环保的部分应该是拿掉耳机那一块，因为拿掉耳机为了环保这我是完全认同。但是如果你拿掉充电头，然后又要扯环保，这就有点问题。主要不是因为充电头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这只手机的孔位还是走 Lightning 的孔位。我觉得，它最合理的方法就是直接改成 Type C。那你就算直接把这条线拿掉都合理。这条线是一条 Type C to Lightning 的线，然后你一边要说环保，一边又死不改你的孔位，然后又附这条线。我就问你，这条线是不是在诱惑我去订这一颗20瓦的充电头？这线付给你，就叫你去买充电头啊！而且不要再说什么大家都有旧的充电头，旧的充电头只有11 Pro Max 那一台是 Type C 到 Lightning 的。你如果真的要环保，苹果你就放弃你的 Lightning， 全部的东西我现在几乎都是 Type C 了，而且连你们家的 MacBook、iPad Pro 都是。真的越讲越不爽。算了，没关系，反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环保，就改 Type C， 你把这线拿掉，我都可以接受。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妙，就是那个在讲环保那个苹果的主管，不知道为什么要是站在屋顶上，我觉得这超怪，你们都没有人觉得很奇怪吗？好，然后接着就是这个说明书，这个大家就自己看好，我也懒得念了。然后里面会有它的 SIM 卡卡针，然后一本说明书，然后信仰贴纸只剩下1张啦。我记得之前是一个长条状，竟然只剩1张了，真的是小难过。好，没关系，信仰贴纸 OK， 东西非常的简单，然后盒装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再闻一下好了，真的是有一股味道蛮妙的。如果你看
开箱，你可以自己闻闻看。好，然后接着就是手机的部分了。这个手机的背面真的是超级漂亮。然后接着我们先来撕膜。好，在撕膜前，我发现大家好像都直接不看就撕膜。它其实这次的膜是白色的，然后蛮有趣的是，你看它这边都有写说这个是电源键，然后左边是静音和音量键，然后下面这个是充电的孔，然后上面没有东西，所以它其实都已经把上下左右都介绍了，但大家就直接撕膜，有点可惜啊。然后我个人最怀念的是这个音量键的部分，哇，这个边框已经有我的指纹。基本上的话，左右配置就这样，然后底部除了这个充电的孔以外，还有这个喇叭和麦克风的部分。顶端的话就完全没有东西，就一个天线这样，所以基本上东西非常简单。好，那我们就来撕膜吧。哇，这次的膜声音非常的小，不过这荧幕真的是蛮漂亮。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该死的刘海是屹立不摇的站在那。然后这一次的荧幕，他们使用了一个新的技术，叫 Ceramic Shield 超瓷晶盾面板。那基本上这东西它是耐摔，然后他们没有强调它是耐刮。所以说，如果你去苹果的展示机那边直营店去看的话，其实蛮多手机都是被刮爆。不过我觉得那个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它被后面其他颗手机的镜头给刮，或者是它被那个底下的底座。所以你可以仔细看，它是右上角都是刮痕。我觉得荧幕上来讲，它应该是被镜头刮爆的，所以才会这么多刮痕。因为两个手机大家通常都叠在一起看嘛，看大小，看什么的。所以说，我觉得它的耐刮度应该是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差，但是我还是建议说可以贴个保护贴。好，接着就是这个背面，哇，这背面我真的一看到这背面，我才管它什么太平洋蓝什么蓝的，这个真的是石墨色，很好看欸。虽然说大家可能觉得上一代就有，不过我上一只手机是 iPhone 5啊，这对我来讲很新啊。这只手机的尺寸是6.7寸，那我现在在用这一只呢 S20 Ultra 是6.9寸的，所以说你一看就知道，哇，我的手机还是比较大的，不要开玩笑了。我超级期待拿 Pro Max 手机变小这件事情，6.9寸变6.7寸，我的手机直接缩小一点。而且为了今天，我拿这只手机已经修炼半年了，除非有哪家手机可以做到7寸250克，要不然现在我已经不是一般的我了。我现在这个握力是可以握出鹤刀来的。我拿这只巨无霸手机单手打字已经这样打了不知道多久了，为了相机我牺牲我的右手，多沉重的负担，你们懂吗？好，然后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只手机的大小。这手机的宽是78.1mm， 长是160.8mm， 然后它的厚度，哇，全部都指纹，它的厚度做的蛮好的，是7.8mm。然后，不过这个手机的宽度是比我那一只再更宽一点，所以我其实有点担心这个从荧幕的左边滑到右边这个反馈的动作，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适应啊。但是基本上这个重量和这个手机的大小，我是已经习惯。然后整只手机来讲的话，它的重量是226克，但是我就不量了。但是我想量一下，我现在拿手机的重量给你们看。我每一天拿的手机的重量都是248克的，所以说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这个加克248，重到爆炸。那我后来发现这个的背面其实没有想象中不沾指纹，你看它现在沾的还是会有一点油墨的印沾，然后这个边框我真的是太小看它了，真的是太容易沾染，而且这个边框太反光了吧，拜托不要照到我的脸啊。好，然后接着我们来讲一下这次的镜头。它这个镜头其实我在出 iPhone 11的时候就有跟自己的朋友讲说，这鬼东西长那么丑才不买，三眼怪到底是三小。但是看久了就是会习惯，人就是这么的犯贱。然后我撑过了11代到12代，还是没办法，还是入手了。我会选黑色的原因也有部分是因为它这个底是做黑的，比较看不太出来啦。然后这3个圆圈，我觉得相较于白色或者是金色的感觉是比较好一点。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3个镜头的规格。首先，那个是广角镜，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主镜头。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广角镜，可能有点像星巴克的中杯其实是小杯这个概念。然后这一个镜头支援是26mm 的焦距 f1.6 的光圈。然后这一次他们的感光元件用的比12 Pro 更好，它这次比12 Pro 大了47%，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差距，也是造成我这次会选它的原因之一。然后这个感光元件很厉害，还支援了感光元件位移是光学防抖，所以是 Sensor Shift 的资源。那照理来讲，应该在一些防抖的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右边那一颗是超广角，那是走13mm 的焦距，然后有着 f2.4 的光圈，然后120度的视野。然后这一颗是望远镜头，是65mm 的焦距，然后 f2.2 的光圈，然后有着2.5倍的光学变焦。这个其实也是比12 Pro Max 多一点的地方。然后最下面这个就是他们这次新增这个 LiDAR 光学扫描，也就在这个
个下面这个点点，有点像字的这个东西，然后旁边有一个应该是降噪麦克风和这个是闪光灯的部分。那这颗主镜头的新感光元件，其实我很期待。那虽然说很多人已经有评测过，不过我还是觉得说法有点模糊了，我还是比较相信我自己测，然后我自己也很想测看，其实就是手痒啊，说穿就是这样。然后在下一部影片使用1周后的心得的时候，会有相机的评比，会跟其他家顶级的手机来做一个相机大对决，然后会有盲测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好，那在使用手机之前呢，它这边框这么的脆弱，我们要好好找个东西来保护它。那我们这次就来介绍我们的干爹啦，也就是恶魔防摔壳啦。这次我要介绍的是这个恶魔防摔壳2代。那先别急着跳掉，因为这一次我要介绍的方法很特别，我会用食物来酿这个防摔壳。你没有听错，就是用食物去酿这个防摔壳，超级白烂，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过。那接着我们现在来装一下这个手机壳到手机上，看一下它的手感是如何。它的手机壳超级特别，因为它使用的是无毒食品级矽胶材质，有这个铝合金金属的按键，所以看起来会蛮有质感。那我们来装上去体验一下它整个的手感如何。然后它这后面都有教你说大概要怎么装。装好了，其实组装的过程非常简单，它就是那一层玻璃撕掉之后，靠这这样塞进去就好了。整个手感蛮好的，然后背面多了这个亮面的感觉，我觉得还不错。然后边边的那个沾指纹边框直接就消失了，整体来讲我觉得蛮不错的，很满意。然后它这个有提到，就是它这止滑性是还蛮好的以外，它这个非常的抗脏污。这个手机壳也是 Devil Case 的恶魔防摔壳的，然后我这个手机壳是已经给我妈用了1个月，所以你看它这手机壳其实非常的耐脏污，你其实都看不太到它的任何的脏污在这上面，所以其实蛮猛。然后这边的话，我也想到一个救急测脏污方法，就是我直接来酿手机壳。那首先我们这道菜会需要用到的食材是水果类，那我分别准备了火龙果、柿子、葡萄和柳丁。那希望可以借由这些水果替我这个手机壳增加一点香气。然后接着我们准备的是酱汁类别，这边的这道菜做的是番茄酱、酱油，还有昨天晚餐吃剩的韩式辣酱，以及从地中海空运来台的套 Q 的墨汁。那这个墨汁真的太猛了，我是直接剖腹把它的墨汁取出，然后就把它淋上去。接着我就放了半天让它入味，让它等一下。那我说真的，我在等它的时候真的超怕它就这样入味，因为我这边选用的东西都是超级容易上色。那没想到我洗一洗之后完全沾不上去，我觉得真的超级夸张，也超级幸好它没有沾上去。然后你在影片中看到那个白色壳，就是我现在手上装的这一个，你看厉害吧？你刚看的时候应该完全感觉不出来它是有任何沾过的感觉。然后这款手机壳也是有透过军规防摔认证，不过如果你不相信军规防摔认证的话，你可以相信 YouTuber 的认证，因为有非常多人摔过这手机壳。那可以去看见人盖业的频道啊，或者看九妹的跌落测试，真的都非常猛。恶魔防摔壳的网站上也是有手机壳的试衣间，那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像这种彩绘面板的啊，像这个虎和这只柴犬太凶恶了，我不敢拿出来，我直接放在这手机壳里关着。那你可以去网站上看出它整个的样子是怎样，然后可以去挑出你想要的壳的颜色、按键颜色都可以客制化。那你们可以上它的官网上去看一下你喜欢的样子是怎样。好了，那我们就来开机吧，希望它是有电的。哦，苹果亮了，哇，真的是这台手机有可能会变我的主力机耶！这种开箱每次拍摄起来都令人额外的兴奋。哇 ，Hello， 然后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一片刘海，哇靠，真的超屌，这刘海真的很厉害。你看，2020年肺炎都变这样，这片刘海还屹立不摇，杀都杀不死，超屌，我觉得很猛。好，那我们就来设定一下吧。A few inches later， 哇哈哈，终于来到了欢迎使用 iPhone 的画面了，上滑哇就进来，然后直接跟我讲没有安装 SIM 卡。好，然后这只手机呢，这样滑的感觉就是好久没有用这 iOS 了，然后这个60赫兹的荧幕真的是一滑就感觉出来啊，根本就半残。不过它这个动画真的是做得很不错，你看像这个缩放的感觉，我觉得还是蛮厉害。而且我上一支使用主力机的 iPhone 是 iPhone 5，所以说也是蛮怀念这个 iOS 的啦。不过真的是一拿到就很想越狱，你看像这个底边这个，我想把它改成没有颜色啊，然后进去之后不想看到这一条啊，反正一大堆东西都想改。不过这个最明显感觉还
是这个60赫兹，没有到120赫兹，真是太可惜了。要不然它应该要跟 iPad Pro 一样，非常的丝滑般的柔顺。好，然后这支 iPhone 的规格我来讲一下哈。这款 iPhone 支援的是5G 通讯，然后有的是 Sub-6 的方式，而非毫米波。使用到的晶片是目前最强的 A14晶片，5奈米的晶片，台积电好棒棒的晶片。那支援的 RAM 是6GB， 然后 ROM 的选择有128GB、256GB 和512GB， 所以说其实选择蛮多。那全部的手机支援 IP68 的防水防尘，但是我强烈不建议你把它丢到水里。电池容量部分的话，从去年的11 Pro Max 的3969毫安时下降到3687毫安时。这边的话，我觉得它不敢提升电量部分，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充电真的是超级慢。那这边我也有去买他们这个新的这个 MagSafe 的 Charger， 就是这个无线充电座。那我们就来用一下，看它的感觉是如何。哇，这个也不用刀，太爽了吧！然后这一款要感谢廖阿辉的朋友帮我从香港带回来，一样是一个有说明书吗？有，但是好像就没有限氧贴纸，哎，限氧力不足啊，花的钱不够多。然后打开就长得像这样，然后这边你看它这头走的就是 Type C 啦，就不知道你手机为什么要走 Lightning。哎，迷之问号啊，无法理解。好，这样抽出来，哇，抽出来啦。然后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它就会吸在这背面上哦，吸的哇，蛮牢的，这好怕刮到，这真的不会刮到吗？它这个就是吸上去之后，就有一个哇，这个非常 fancy 的充电的动画。它也可以使用一般的气无线充电，那使用一般的话是在7.5瓦速度充电。那如果使用这个 MagSafe， 就是他们自家原厂的话是15瓦。那如果直接插在底部的话，最快是可以到20瓦。但我觉得这东西就有点鸡肋，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你无线充电最爽就是你可以直接这样拿起来，但你拿起来现在还有一条线，有人是说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这样比较方便，那为什么你不直接插这个就好？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如果真的想要做一个 MagSafe 的话，为什么不照 MacBook 那种方式，直接把这底座直接改成磁吸的，或者直接这样贴上去？那如果你真的要拿的话，就直接一拉一扯，这个就掉了。你这个一拉一扯，它是超紧的，根本就扯不掉。然后你这样子磁吸就浪费了背面的空间，因为你还要放一圈的那个磁吸的零件在里面，然后加上你这个磁吸又没办法享受到无线充电随拔即走的那种爽感，就觉得有点没意义啦。然后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大家从 iPhone SE 就发现它把 logo 往下移，那我觉得它那时候下移应该就是为了这个 MagSafe 的充电，让大家可以对齐再用。然后除了 iPhone 以外，你基本上所有的手机，像是三星的，你这样放上去，我看到充电中，所以基本上每只手机都可以用这 MagSafe 去充。不过好像其他牌的手机会变得非常的慢，然后这个吸上去，这个磁力很强，我是很怕把我的背面画花这样子。好，然后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它的萤幕规格吧。然后这款萤幕呢是6.7寸 Super Retina XDR 萤幕，458的 PPI， 走的是 OLED 的萤幕。然后它的标准模式下最高亮度是来到800 nits， 那如果是 HDR 模式下是到1200 nits， 有着 HDR 显示、原彩显示、P3 广色域，还有带它最惊人的60赫兹。那我觉得它这个其实今年照理来讲应该是要上到120赫兹啊，会写60赫兹应该是因为供货问题，还有它续航力的关系吧。那我本来是觉得它应该是用120和60去区分，就是今年的12系列和 Pro 系列。不过反正疫情的关系吧，所以说今年还是只有60赫兹。那我在这边呢，我也提供了一段萤幕的盲测。那现在这个画面就是2块萤幕，那你可以看一下说这2块萤幕，我把那个边框都遮起来，刘海也都遮起来，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块是哪一个。那你可以去看说哪一个手机的画面是你觉得比较漂亮，然后我现在就把它各自手机的型号打在旁边，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你喜欢的萤幕是哪一块。然后接着就是来到了拍照的部分，那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用它的拍照了。其实我现在已经很习惯三星的这个2下电源键就启动拍照，我觉得这个左右滑实在是不是很好。那我就进来这拍照的界面了，它这个界面其实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界面，倍的感觉是这样，然后0.5倍，然后接着是2.5倍，哇，老虎直接变超大只的，有点恐怖。所以整体来讲，画面感觉会长得像这样。这个是0.5倍广角镜，那边角的部分好没关系，我们之后相机屏这时候再来说。然后这是1倍的感觉。好，然后接着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一个大底一点的感光元件，虽然说没有到非常大，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说它竞拍部分会不会有三星该死的会差，因为我其实已经好一阵子没有用到正常竞拍的手机了。那很明显就是它这次的感光元件没有换得够大，会差的部分是没有出现的。其实整个的感觉是蛮
清晰的。那如果你不知道汇差是什么的话，我来示范给你看。这一款是三星的44000的手机啊，对啊，说到价格，我觉得苹果的价格好像又没有这么贵。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汇差，你会觉得它的字有点糊掉，但是 iPhone 是不会。那这个是因为三星的感光元件换到非常大颗啦。Anyway， 就这样。然后这个的话，最多是可以支援到12倍的数位变焦，所以说整个照起来感觉会像这样。我觉得其实长焦来讲的话，我个人其实后来真的用到的机会不多啦。然后接着就是它现在其实这款手机是有支援他们一个新的功能叫 Apple Pro RAW， 就是一个可以让你拍照时储存更多相机资讯的这个功能。不过它现在还没有开启，所以我也蛮期待。然后在下一部影片当中，我也会测它的 HDR3，看是不是真的这么好。那这一次的录影很厉害，是它有支援到这个 Dolby Vision， 就是杜比世界10 bps 的 HDR 的影片。它最多的话是可以支援到 4K 60fps， 这个就是它跟12系列的差别。像如果你是选一般的12的话，最多就是只有到30，然后他们还是没有跟着大家尬说 8K 的这个拍摄。虽然说我觉得他们的 CPU 一定是够力的啦。好了，整体来讲，这就是我这个12 Pro Max 第一次上手的一些心得和一些想法。那我会体验它1整周，然后并且有详细的相机的评测部分，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也好好体验一下大家所谓的苹果生态圈，因为其实这东西大家都听很久。我现在有 iPad Pro， 然后用 AirPod Pro， 然后这个是 iPhone 12 Pro Max， 然后自己也是用 MacBook Pro， 所以说基本上整个生态圈我都已经打造差不多了。那我就来体验一下，看说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其实我这次买 iPhone 最期待的事情是越狱啦，不过短期之内我猜可能也没办法。好啦，那这就是这次的开箱影片。那最后的话，再次感谢恶魔防摔壳的赞助。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底下资讯栏看一下他们的产品资讯。好，然后接着我有买这个12 mini， 所以下一部影片就是要拍这12 mini 啦。那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把小铃铛开起来。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吧，12 mini 见啦，悄悄，拜拜。